它的翅膀已经起来了。哇！其实今天这个 video 呢，就是2023年最后一支我拍的影片。今天就想要跟大家来一个真心话。今天差不多傍晚的时候，我就在我的 IG 就发了一个 Q&A， 就问大家对我有什么好奇的东西。我就想说，今天晚上就一边吃晚餐，一边回答大家的问题。我的助理就在我身边，他等下就是会看我的 IG， 看你们问的问题，当场就问我，我也会就是如实回答，绝对不会有假话。Cheers. Are you guys ready? In latest video, you mentioned you don't want to pak tor. Why? 因为我怕吧，我怕因为拍拖就是打乱了我的生活节奏。我觉得我也是一个蛮恋爱脑的一个人，就是我爱情就不是很顺利。就是25岁以前，我一直会很想要投靠另一半，可是到25岁之后，就是我开始就是闯我自己的事业，我开始慢慢知道我自己的 value。不是讲我不要谈恋爱，只是我觉得现阶段就是我想要就是 focus on 我自己。我觉得如果我可以自己就是 more self love 啊，就我可能就是 mentally 还没有就是准备好这个。可是我觉得如果那个人突然间来 timing 啊，就是我遇到那个人，我还是你会闪婚。全部身边的朋友就觉得我是那种很有可能会闪婚的人。可是我现在不会吧？我觉得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完成。你现在跟朋友拍拖吗？跟裴勇，他每次 Q&A 都会有人问我跟裴勇的，他每次都会有问我跟裴勇的。大家是觉得我跟裴勇是很 match 不懂哎，他是很优秀啦，是，他有没有追我？所以朋友追你就在考虑啦。这样就要看我们两个有没有缘分哦。等一下这个 video 播出来之后，朋友讲，哎呦，九妹真是很自作多情，他根本就不是我的菜样子。你有整容过吗？有，快澄清一下。有啊，我整了9个月，在我妈肚子整的。我的牙齿有做过那个 composite 避免。哦，没有，因为很多人问我是不是有整我的那个下巴。他们看到我下巴很尖。对，其实都是你妈妈。你有看过吗？我妈妈的。妈妈真的很尖。尖哦。捏一下。感谢我的老母。摸一下。没有，不是要捶一下，就捶一下。我现在歪曲没怎么办？然后就这样。啊，我觉得不用整了。我觉得一个女生美，就我自己会可能一开始前期我可能看到一个女生美，我会被她的外貌而吸引。可是我觉得好像跟那个人相处之后，我觉得那个人的个性好更加分，你就觉得那女生更美。所以就觉得内在会胜于外在。肯定。可是有几个人问你，你是哪里人？我是馬來西亞人。有人以為你是香港人呢。真假？我係會講廣東話嘅。我要同大家講下，我以前係參加嗰個 TVB 選美。我嘅廣東話唔係真係好好，不過我係識聽嘅。我從細嘅時候我係睇 TVB 劇嘅。唔錯。OK 嗎？唔錯嗎？還蠻多人問你 How old are you？ 我27歲啦，我要奔三咯。 What is your height and weight？ 我的 height 就是差不多168、169，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缩水。选美的时候我是跟大家讲我170这样。170比较好听嘛，不要像模特的身高。170，头发快点弄厚一点，高一点。因为53，我也不太理会这个东西啊。因为肌肉比较重哦，要跟大家就是讲的脂肪这样子是1 kg，muscle 这样子是1 kg，所以你要看的是你的 muscle， 就是如果你有1 kg 的脂肪，跟你有1 kg 的 muscle， 它在你的身体，你的体态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之前就是因为一直称体重，我会感到很焦虑，现在我已经是不太在乎我的体重。你的 daily routine 是怎样的？我的 daily routine 就是吃喝喝，拍一下内容这样咯。不如我问你啊，你觉得我 daily routine 什么？ OK， 早上呢，我到 office 见不到他了，因为去运动了。喂，我运动是8、9点运动咩？我是6点多7点。可是你到8、9点才回到来啊，
可能你去2个 class 这样，你每次要9点10点才回到来。嗯，对啊，然后你回来你就 edit 照片啊，然后回 client 啊，不然就 review 一下 editor 剪的 video， 不然就是拍夜配那种。拍 content 之前也要化妆的呢。对，要准备化妆1个小时啦。化妆还弄头发哎。对啊，然后化妆的时候啊，那化妆的时候还要拍片呢，就是拍那个化妆的 content 这样子。然后弄头发，然后还要拍他的那个 home vlog， 然后就 OK 再拍一下。哦，对啊，所以等下我的时间就去了这里。然后回到家可能吃炸鸡睡觉。晚上哦，就是这样的。然后再看这 video 啦。是啊，有时候跟朋友出席 event。对，你的生活就是围绕着影片、运动、炸鸡还有睡觉。没有。是不是？还有红酒。快点总结一下，你生活是怎样？真的是这样，不要透过我来讲。我的生活就是让你们快乐。我保持一点神秘感耶，让你们猜不透我每天在做什么。没有啦，我的生活就是运动啊，想内容咯，工作。周末的时候就跟家人一起啊，大部分的话都是在工作吧。我觉得我的工作也是我在想我 enjoy 的东西，这样。就我很 lucky， 我可以做我喜欢做的工作，这样。怎么那么有 motivation 把每天都弄到这么充实？我觉得可能因为我听很多 podcast 那种成功人士的 podcast，我想为什么那些成功人士他们可以这么早起来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这样我也想要 try 一下这样子，就是 try 一个成功人士的早晨是这样。然后我慢慢就养成那个习惯了，这样就好像我早上起来我就是去运动这样，就是当我懂躺在床上也是很舒服啦，可以赖床，可以赖到10点11点，那闹钟一直响你都不会起来。可是如果你早上的时候那闹钟一直响，你就是在做一些你不舒服的东西，这样子你就起来啊，你去workout过后的感觉你是不会后悔的。早上闹钟响的时候，你要就是把你的小情绪 keep aside， 这样就是 do it 这样子啊，不要为自己找借口，真的。等你去了，你可能坚持了1个礼拜或者第2个礼拜，等你看到那个 result， 你看到你可能你的线条，还是你看到你的肌肉增长啊，这样子，你会很开心的。Do you enjoy solo trip? Any advice for girl solo travelers? 如果没有需要就是拍业配啊这些，其实我也是蛮 enjoy 的。可是我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对我现在来讲，我会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experience。可是看你想要 solo trip 的意义是为了什么东西？好像有些人去 solo trip， 他只是想要，就好像我分手啊，单身，我想要去一个 solo trip， 给我自己一个 trip， 不懂什么东西会发生，你不懂你会创造什么样的 memory 这样子。但我觉得也是很好，就是去跟自己独处这样子，就是让自己就是变得更独立。如果今天我的一个女生朋友她要去 solo trip， 我会跟她讲 just go ahead， but 要注意你自己的安全。其实不注意自己安全的，你会叫人家注意安全。因为我是没有想见多的人，可是有些人就会很怕这个怕那个，就是这个也是一个 solo 的 challenge。我是 adventurer 的嘛，我都不是很怕这样子，我是就是去吧。真的时常都是一个人旅行吗？那你怎么拍照的？有脚架啦。很多人怀疑你一下哦，你每次的 solo trip。这样你有没有怀疑我？我怎么可能？快点帮我剪一些那种 BTS 让我很 struggle 里面给大家看。在你的角度，每次你一个人 solo trip，你这样拍到这么美的角度？怎样拍到这么美的角度啊？就好像我上次去台湾的时候，我想要拍一个 IG reel， 这样我就看到一个摄影师，他拿着一个很长的 lens， 我就跟他摄影师就讲，要厚脸皮一点，就跟他讲，我讲，你可不可以帮我拍一下照片这样子？我帮你拍啊，你帮我拍啊，就我也是很乐意帮人家拍的人这样子。我讲，帮你记录啊，你帮我记录这样子。所以就是请路人帮你拍这样啦。然后其他就是用自己的脚架 set 这样子哦。大部分的我都是会用自己的脚架，因为我觉得比较快哦。因为我去到 Paris 的时候，很多人就很担心我一个人，我的相机放在那边不会被人家偷，就比较警惕一点啊，就很怕我东西被偷这样。可是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危险，这样就你可以提防，可是你也避免不了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可是我提防的方法就是我不会把我的相机就是 set 到太远。还蛮多人问的 ，Which country you like the most of all the countries you have traveled？去旅游的话，我蛮喜欢日本的，我觉得是一个就很喜欢他们人很有礼貌，地方很干净这样。我也很喜欢中国啊，我觉得他们有效率，很快很方便，东西又便宜。怎么认识馒头的？
是因为有一天我刷 IG， 你就看，诶，这女孩子她拍照拍出来那个 quality 啊，感觉像是相机拍的，但她背后是bokeh样子。OK， 因为他到底用什么相机？然后我就把他的这个 video 我就要 send 给杰米，但我不小心我把这个 video send 给他，就这样认识啊，他就哈哈哈哈，然后我又哈哈哈，很自然的我们就聊起来了这样子。你的 vlog 你的 camera 是什么？还有问的是你的 camera for beginner， 你推荐哪一个 ？Camera for beginner 不用 camera 吧，就用手机就好了。实际一点来讲，你就用手机，你就是 try 一下这样子。最重要还是你的 content 啊。我现在用的 camera 是 Canon R5， 我没有后悔我买过这个 camera 啦，因为我现在我用了 Canon R5 啦，有时候我还会用我的手机拍，因为我觉得手机轻快，又不用花一个 extra 钱。一开始第一台 camera 是 Fuji 什么 X2 还是什么的，那个是拍照的 ，then 我就买 Panasonic RX100，过后我就买 ZV-1， 然后我就买 Canon GX7 Mark I 二手的，因为它拍的皮肤比较好看，比较红润一点，就是有一点钱了，我就upgrade咯，我就买 GX7 Mark III， 过后我就买 Canon Mark II， 哇，我很少用那个了，它是可以换 lens 的，但过后我就直接就是 upgrade 去买 Canon R5，Canon R5 是最贵也是最重，我觉得它画质真的很好看，就是我现在用的这一台。How can you work while traveling abroad？ 还有问的是 Do you pay for your own travels or sponsor？我怎样一边旅行一边去工作啊？因为我去旅行的时候，我都会拍内容，我就是放在我的 YouTube， 因为你 YouTube 可以 monetize 嘛。虽然那个 monetize 的钱不多，可是我至少可以可能 cover 到一些 cost。就是很像比如说一些机票啊、住宿啊、editing cost 啊，我有接一些业配，我接一些代言，就不是就只有几个啦，就可能跟一些旅游局合作，像他们要我一些推广一些内容，我可能就在那边就可能就是有一些收入这样子，就比如说很像 HSBC 这样子。为什么你每次人家生活都很开心，这样做到？我看起来很开心吧，妈，因为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就自己消化，自己喝红酒，然后自己吃炸鸡啊，没有吃炸鸡就很开心。我觉得我看到我身边的人很开心，我就很开心。我看到我身边人，包括粉丝啊，我看到粉丝的一个 comment， 就我让他开心，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可以跟大家 share 一个东西，就我经常会去逛 Zara， 记得有一个女生，她好像蛮喜欢我这样子。我看过那个 viewer 几次，有一次我就是因为之后有一个工作，我就去 Zara 买衣服，我就去 fitting room 就去试衣服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女生，她就是本来就好像很闲这样做工，然后做一半，她看到我说。他就眼前一亮这样子，他就很开心啊，他就总之他就 serve 我这样子，差不多我要去给钱的时候，他就跟我讲，Joey 其实就是我在这里工作，我是有那个 staff price 的，我要给你这个 discount 这样子，他讲你可以用我的这个 staff price 来拿的 discount 这样。我当下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不用，真的不用关心，不用紧，我讲你有的话你就留给你自己，我也不想要就是 take 人家的 advantage 啊，就觉得他工作如果他真的要买的话，他可能留给他的亲戚朋友，还是他自己用都好这样子，就到。cashier 我要给钱的时候，他就很主动，他就跑去跟他的那个colleague就讲，他讲他还用我这个 member 这样子，他讲给他 discount 这样子，好像 discount 好像是30%，好像是这样子，想要就是回应他的好意这样子啊，我就跟他拿他的 contact 这样子。我就想要可能买一个小甜品送给他，我记得那时候还蛮赶时间的，我就下去楼下的一个 croissant 店，然后那个 croissant 是那种比较精品一点的 croissant， 买了 croissant 我就有写了一张纸条，我就 tag 上女生，我就跟她讲我就问她，我就讲等下你几点就是 break 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就是过来就是拿这个 croissant， 我想要就表达我的谢意这样子，她很开心，她真的很开心。那是我今年的一个 highlight 来的，我就讲Catherine 我买了小甜品给你，在 Hazuki 多，你待会晚上时间的话你去取一下，我讲我现在去开会，我没有办法亲自交给你，下次我再来探班。Oh my god， 谢谢你，你太客气了，很开心啊！我刚好现在 break， 可以，下次你来的时候你可以 text 我，怕没有工作，我等不及见你，还很感谢，很感动。我们还很细的讲，我每一天期待着你会不会过来。结果我今天就看到你，超级兴奋。我放假5天，今天第1天开工我就见到你了，真的很幸运。然后我先给他这个女孩子，我喜欢用这个，很 cute。然后包租婆的样子。我觉得我的开心是就是我有那个能力让别人很开心，我就很开心。另外一点就是我运动，我觉得我有
成绩，我有 result，我有成就，但我也很开心，就是影响我身边的人，让他们一起更健康，我也是很开心这样子。其实我现在就回答大家很多的问题，我大概回答了2个小时。我觉得这一次是我最 open up to 回答大家问题的一次。现在就到了这个影片的尾声，我想要跟大家一起 reflect 我2023的 resolution。其实我已经忘记一开始我写了什么东西，我就拍了一个 video， 是要看回去。这样你觉得我2022年、2023最需要改的东西是什么呢？多了。这样，你最好是给我一点面子吧。最需要改的一个就好，2个最需要改的。要讲真的，你不会你。不会。爱斗嘴，要赢。我有些东西我不讲，你听他讲。你给我说的，你蛮干净。不是，他已经讲了，你又去讲。要改进啊！他已经 realize 到这个问题了，就代表他会改。这个是我自己写的歌来的。2023年呢，第一个我是讲我想要读多一点书，我觉得我是没有啦，因为I'm so sorry， 可是我真的没有achieve到这一点啊。我虽然没有读书，可是我就是听了很多 podcast 这样子啊。我有读一点书啦，可是我就读那种都是那种比较那种短短的那种精华的，因为很多时候你像读书哦，你只是达到一个总结，然后我读的是那种短的东西。它只是一个总结，它没有读到整个那个过程、那个感受、那个人的整个 experience 这样子。第二个就是 find new hobby， 我觉得有啦，我今年有 find 很多 hobby， 我喜欢就是运动这样子，然后我想学新的 sport 这样子。就我需要打高发，等下我也需要 tennis 这样子，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我没有练好，可是我觉得2024年我就是要把他们练好这样子哦。第三个就是我想要就是煮饭给我家人吃，我的 team 还有我自己这样。我有时间的话我都有做，可是很大部分的话，我真的是在2023年我真的一直在工作，一直 travel， 我真的没有那个时间。我是希望每个礼拜啊，我可以煮给我家人吃，让他们健康。我没有做到这个东西啊，可是我希望我2024年可以做。More self-care and self-love， 就是 bring positive energy 给身边的人。这样我觉得我是有 bring positive energy 给我的粉丝。可是 self-care 跟 self-love 我还在学习，这个也是我想要把这个东西 bring forward to 2024这样子。第五个就是我要一个 new workspace， 有啊 ，more investment， 我觉得有啊，因为我最近就是开了一间 bar， 过我有投资，就是弟弟一起就是开发他的燕窝生意，就希望我们之后就是可以进中国这样子，我们可以开一个更大的市场。我觉得我有啦，除了这2个之外，我还有其他的一些 investment 这样子。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蛮多人想要就是知道要怎么存钱，怎么继续投资。然后我讲 travel and explore， 我觉得我这个真的很 lucky， 我真的就是今年去了很多个国家，真的很 blessed， 就是今年真的很多工作机会让我一直可以 travel 这样子，真的很谢谢你，因为也是因为大家就是看我的影片，才可以让我有这个机会这样。就是一个就是 work out every week， 哇，这个不是 every week， 这个我觉得最 proud of to say， 就是我在 KL 的时候，我差不多 work out every day。有人问你 work how many days a week？ How many days a week? At least 5 days or at least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 workout， 就我觉得对我来讲 workout 是一个 win-win 这样子，除了可以 distress 之外，又可以有 result，又可以 inspire me， 不止 win-win 很多方面。洗碗洗干净。洗碗洗干净就是我2023的 resolution。我觉得有了，我尽量啊，我有我觉得有我真的有OK， 最后一个我2023 resolution 就是想我写的是断舍离。我2023我尽量就是想要做到断舍离这一块，我没有乱买东西啦。2023我买的东西大部分是我觉得工作可能会需要的东西。我们就录了很久，然后录到相机也没有电了，差不多要到 ending 了。对，我的家有一个空间，一个 corner 就是非常多的 PR gift 这样，尽量让我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少。所以新的一年2024年我的 resolution 还没有写，我会花一点时间去写一下，过后直接给大家看我2024年的 resolution， 这样我明年再跟大家分享我2024年的 resolution。我希望就是大家2023年呢，就是有达到自己的目标或者自己的 resolution， 可是如果你没有达到也没有关系，就有时候你想要的东
西，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的，不要对自己就是要求太高的。我希望2024年大家就可以开开心心、健健康康，注重自己的 mental health， 快快乐乐的活下去，这样子。我这么开心，剪进去，真的很 cute。我觉得你醉了啦，其实你这个样子有点醉累，我有点累哦，有点醉醉的一样哎，你。我现在5点睡耶，喂。OK， 好，是时候跟大家做一个总结。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拜拜，拜拜。